热拉随身听，因为有爱，所以聆听。人形制冷器不在的第5天，突然觉得这座城市热得冒烟。唉，温老大不在的第5天，想他。戏里戏外最新路透，刚刚爆出婚讯的大明星石青秋与爱人温清寒恩爱万分。现场抓拍的照片中，能够清晰看到两人眼神的对视，含情脉脉，羡煞旁人。唉，这狗粮来得太突然了。晋江文学城苏楼洛原著，热拉出品，衣冠禽兽工作室制作，现代纯爱广播剧《情深逢时》第1季第7期，欢迎收听。哎，怎么样？这2天工作还习惯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什么问题，大家都对我挺好的。我要赶紧在温学姐回来之前进入正轨。她呀，她回来也应该没有时间管你，只要啊，你别落后他人太多就行。温学姐和石学姐他们2个真的很意外，我想象不出来他们2个会在一起，以前也没有听过相关的消息。所以说啊，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，都不一定是真的。表面看不出迹象的，反而才是最有可能的。简学姐，我……喂，没有这个必要，我现在不想谈这些。我尊重你当时的决定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我不想再继续了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说起来，我以前接待过一个委托人，他当时来找我的时候特别有礼貌，愿配合我。那个时候我刚刚工作没多久，刚打赢了几场官司。他呢是别人介绍过来的，跟我聊了一会儿之后就说下次再约。之后呢，他就联系我说要找别的律师，理由是胜算更大。那后来他找那个律师，那个时候刚好有别的案子，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接受他的委托，所以他后来又回来找了我。我当时看他态度还挺好的，就打算好吧，再次接下他的案子。但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又后悔了。这也太反复无常了吧？他不把你放在眼里吗？是啊，到了那个地步，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。我呀，只能算是备胎。一旦有了更好的选择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我。这样的事有了第1次，就会有第2次。学姐，你猜到我刚才电话里说的是什么事了吗？我猜，大概是一个男人甩了你，然后呢，又后悔了，跑来找你复合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学姐才和我说了这些吗？那个委托人还有没有回来找你？当然有，毕竟那个律师可是只抽一点点时间来见他，接不接案子还不一定呢。那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我拒绝他了。
那些反复无常的人，不值得被原谅。我明白了，学姐。赶紧吃吧，免得吐啊。温律师，被关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呀？还行。那就祝福温律师能够顺利出来喽。我会的。小朋友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我是负责看守这2个房间的，不让你跟旁边房间里的那个漂亮姐姐出来。哦，这里有点太无聊了，不如我们说说话，好不好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看，我又出不去，你怕什么？那你想说什么呀你上几年级了？4年级，下个学期就5年级了。是吗？那你哪一门功课学得最好啊？我小时候最讨厌数学了，你呢？我也不喜欢数学，我喜欢语文，我的语文成绩很好。但是妈妈说，爸爸的数学很好，我数学不好。爸爸每次看见我的成绩单，都会生气，会拿棍子打我。他不止打我，有时候也打妈妈。你是我的孩子，数学就考这么点分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还有你，你个臭娘们儿，你到底有没有好好教孩子呀？我的腿会变成这样，也都是因为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下次不会再打你们了。我发誓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原谅爸爸好不好？是爸爸错，爸爸错了。爸爸有时候打完我们，会抱着我哭，抱着妈妈哭，给我们道歉，说他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妈妈说要原谅爸爸，爸爸是因为腿不好，心情不好才会打我们。爸爸也经常保证下次不会再打我们了。可是到了下一次，他喝醉了，又会打我们。你爸爸腿怎么了？爸爸在工作的时候把腿摔了，现在走路不方便，工作也不方便。那你觉得爸爸应该被原谅吗？爸爸没有错，他以前很疼我的，他很快就会变回以前的样子了。如果我说你爸爸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能明白吗？爸爸没有错，你胡说，你在骗我。青秋，这个环节让我来吧，我会救你出来的。如果你想找我，就趁看守员不在的时候，靠着门边说话。
我能听到。清寒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在想事情。在想什么？是跟现在有关的吗？青秋，其实这一次我没有很大的把握。已经过去1天了，我还没想到该怎么去应对那个孩子。如果这次我们输了，3天之内出不去，你会怪我吗？输了，我们可以再赢回来呀。难道有人说过，输了就不能在下一局赢回来了吗？都还没有彻底结束呢。是可以赢回来的。那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彻底明白，输了一次，也是可以再赢回来的？以前我上学的时候，班里有个同学很不听话，总是不写作业，顶撞老师，还经常让同学出糗。我们都不喜欢他，都希望班上索性没有这个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觉得他很讨厌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同学真的很讨厌。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会陪着我们一起去操场打球，也会很耐心的给我们讲解难题。你也会觉得他是个好老师，对吗？我们老师也是这样的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可是有一次，那个学生顶撞他了，而且还说要拆了其他同学的书桌。班主任很生气，就往他的头上重重拍了一巴掌。那个学生并没有受伤，他的父母也觉得老师的做法没有错，孩子做错事了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可是慢慢的，其他同学也开始打他了。后来，他只要看到有人抬起手，就会下意识的颤抖，蜷缩起来，再也不敢调皮惹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被打怕了，因为他的父母都没有意见，所以欺负他的人就越来越过分。即使有少部分人觉得班主任不应该这样做，打他的同学也不应该这样做，可是没什么用。所以后来他就变成了这样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并不重要。我想要告诉你的是，有时候好意也会造成伤害。比如那个老师，他也是为了学生着想，可是那样的行为属于暴力，从感情上和法律上来讲，他都是错的。也比如你的爸爸。我不应该听妈妈的话，可是我真的不喜欢现在的爸爸。他昨天晚上又打妈妈了，我让他停下来，可是他连我一起打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昨天不应该那样对你的。没关系，姐姐，你可以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一定能帮到你，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故事一样。不会的，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肯定知道怎么帮我。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你
你是不是出来了就能帮我了？那我让你出来，我给你开门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即使我出去了，也不一定能帮到你。你不用。我不信。恭喜星球组，青丘跟温律师刑满释放。姐姐，你一定可以帮我，对不对？清寒，刚才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家庭暴力。我无意中听他提起，追问以后才知道，他爸爸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，导致情绪低落，然后就发泄在家人身上，而且按照他的说法，应该已经形成了习惯性暴力。我刚才看到那个孩子身上有很多伤痕，原来是这样。你知道的，造成习惯性家庭暴力主要在于2点：一是受害方屡次示弱，二是周边亲友的漠视。那孩子把这2点都占了。他的妈妈不但自己选择忍耐，而且还劝说儿子不要声张。这一点对于整件事情的处理有很严重的影响。他说他的爸爸每一次都会道歉，会认错，听起来应该认错态度很好。唉，这里毕竟是小地方，很多人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，更何况当事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所以才会持续了这么久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只能告诉他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求保护。可是这一切终归还得看他妈妈的态度。青秋，我觉得我们遇上这个孩子应该是有安排的。因为刚才主持人的态度。如果仅仅只是凑巧，他没有必要给我们腾出一个地方来见那个孩子，甚至亲自在门口守着。而且刚才他也跟我说了，哪些是会播出去的，上面都有交代。这很明显就是有特殊安排的，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？你笑什么？哎呦，快告诉我，你想到了什么啊？清寒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不要紧。这是什么受伤的？你怎么不说呢？昨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如果你替我吹一吹的话，它也许能好得更快。哪有这么灵的？就算有这么灵，那也应该是你自己来。你之前不是说自己是神仙吗？那我也不能自己来啊。医人者不能自医，我的病我自己怎么治啊？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是你病了，那就应该我来治。我不跟你说这个，说不过你。一会儿回去我问问看有没有药，给你擦一点药，会好的比较快。好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想到了什么呢？你还记不记得，戏里戏外在很久之前有过一期节目，在一个饭店里，嘉宾在某个环节进到了不该进的地方，最后发现了被饭店人员藏起来的尸油。不太有印象了，但是这件事情我听说过。
你印象不深可以理解，因为这件事曝光出来之后，被迅速调查了，挖出来背后的关系网，热度完全盖过了《戏里戏外》这个综艺本身，所以后来网上也几乎没有人再提起这期节目了。哦，所以说，不排除是背后有人在安排这些事情被曝光。借此机会来曝光一些东西，也不是坏事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戏里戏外最新路透，温氏 CP 堪称狗粮专业户，暗送秋波，实力秀恩爱。温氏 CP， 温和实吗？静涵，你在看什么这么好笑啊？没什么，就看了一下微博而已。真难得啊，你也会被网友逗笑，你的笑点不是很高吗？我去找节目组拿了药，来给你擦一擦。其实不擦药也可以的，过2天应该就消得差不多了。擦了药好的会快一些。好啦，就是味道不太好闻，一会儿睡觉的时候千万别蹭着它。静涵，你。青秋，你怎么了？这么晚了，也该睡了。睡觉吧，晚安。青秋，你是在抗拒我吗？夏天的酷热操场，有你在就会一点点变凉。抚不平清晨的伤，但你陪着就不再慌张。何时四季的颜色都随着你播放。告白一首首的唱，在你听不到的地方。明明是朋友一场，小平行线不同方向，但游戏一起成长，说不出的默契无双。问情深把谁隐藏，藏不过你专属的窗，偷看着淡淡余光，爱情上好照进心房。街边雪白棉花糖，是谁也走不走的小时光。翻开这一页篇章，我终于决定不再迷茫。泪水尽头的过往，随着时间飞长。人前方熙熙攘攘，回头总有我的晴朗。明明是朋友一场，走平行线
不同方向，带有心一起成长，说不出的默契无双，问情深把谁隐藏，藏不过你专属的窗，偷看着淡淡余光，爱情上好照进心房，偶尔也想过继续扮演你的避风港，但你已打破种下因果，再没人能阻挡。